歡迎收看今天的科普醫美新知。張醫師，為什麼我的頭並不大，可是臉看起來這麼大？其實這個問題很多女生會問，很多女生都覺得說，我臉很大，可是事實上仔細看她整個頭，不像我就是大頭嘛。那可是有很多女生她困擾的是頭其實真的沒那麼大，但是呢臉卻看起來很大，是怎麼回事呢？我們來看哦，她原本是這樣，那變成是這樣。這一種臉大，她坦白說，她真的是因為她的顴骨看起來比較寬，所以這種狀況她把顴骨削了以後，她臉那個看起來比較小。那還有的人呢，他問題不是在顴骨，他是因為這個地方下頜骨比較寬。那這一種狀況，其實應該講，他真的就是頭比較大，所以整個臉看起來比較大。可是有很多的人哦，他的問題不是因為真的在他骨頭，比如說像這個妹妹，你可以看到她原本的樣子哦，你會覺得她的臉看起來是不是比較大？可是你可以看到她術後的樣子，你可以發現她事實上她沒有削骨，可是你會不會覺得她臉看起來真的是比較小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，當你的臉如果没有立體感的話，比較扁的話，就是人家常說比較肉餅臉的話，它整個感覺就會比較扁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講，像這個他做了什麼事讓他臉看起來變小呢？一個是我們的鼻子。當他鼻子立體起來的時候，就好像把一个從2D 的畫面拉成3D，就會看起來臉瞬間就小了一些。還要修飾什麼？他原本他的下巴本來比較寬，所以我們再把他的下巴做一個這樣的修飾。你發現他鼻子跟下巴出來的時候，他沒有動骨頭，他的臉呢沒有真的動到這麼大的手術，但是他看起來臉就變小了。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，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，結構力學來設計，安全優先是原則，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好，第二個，我們再看同樣這個客人，他的臉很方很大，可是我不想要動骨頭，我有沒有辦法讓他看起來比較沒那麼明顯？我們就是要把這個凹的這個地方做了一點填充，他的臉看起來就沒有這麼的寬，因為你在兩個山峰之間填一點點，讓他看起來臉比較順，但他顴骨跟下頜骨沒有那麼凸的時候，視覺上的修飾看起來它也會變得比較小一點。還有，你看他的這裡。他的蘋果肌是凹的，當他把他的蘋果肌這個地方填起來的時候，他臉看起來也會比較小。什麼意思？當你的蘋果肌是扁的時候，你最凸的點是顴骨，於是你在視覺上你看到最高的點都是顴骨，就會有那種往外張的感覺。可是當你有蘋果肌的時候，你的中臉的這個最凸點從這移到這的時候，你在視覺上它是往內縮窄，所以填蘋果肌反而會讓很多人他的顴骨看起來沒那麼凸，反而看起來臉會比較小。好，我們再看這個圖哈，我們把它分成一半，你可以看到說這邊的臉跟這邊的臉看起來，這邊的臉變小了，你會覺得這邊的臉看起來還是比較大，而這邊的臉看起來比較小。像這個客人如果在處理的時候，我的選擇一定不是把這個地方填起來，讓他臉看起來比較順，讓他臉看起來比較小，因為像這樣子的一個客人，他這裡是凹的沒有錯。可是呢，你可以發現它這個地方它是有嘴邊肉的，把這塊嘴邊肉提到原本凹的地方來，這樣子提上來。當他提上來的時候，他的嘴邊肉改善了，他的臉頰也改善了，所以會讓他的臉看起來變小。所以相反的，如果你想要你的臉變成像以前那樣子，變得比較小的時候，你要把它拉上去。OK， 比如說我們看他有嬰兒肥，我說的就是這一塊哈，就會覺得臉太蓬了，這種感覺就是太 U 型，就會覺得有點太大。取假趾墊哦，的確剛拿掉的時候，你臉真的會小很多。好，但是取假趾墊我們現在只用在真的臉是真的那個脂肪太多的，比如說以這樣的狀況哦，他也覺得他有嬰兒肥啊，但是我們的做法不會去把這個假趾墊拿掉，假趾墊拿掉了，它是永遠回不來的，而且假趾墊拿掉了，很多人他過幾年以後臉會鬆垮，非常厲害。所以你把假趾墊拿掉的時候，雖然臉會變小，可是也會提早造成它老化，因為它的支撐不見了。所以我們怎麼辦？我們把這個深層的這個假趾墊往上提，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我們八字線厲害的地方。它有一種特別的拉法，我們是可以把這個假趾墊藏在顴宮的裡面，因為這裡是沒有神經沒有血管，因為它是放在骨頭的縫隙裡面，所以做完的結果就是你的臉看起來是便秘的。可是如果今天只是一般淺層拉線的方法，它把組織堆積在顴骨上，反而你有可能越拉你這個地方越大，因為這跟你對結構了不了解有很大的關係，對你的拉法有很大的關係。我們再看，比如說他原本是一個臉小的人，那為什麼看起來臉大？因為最明顯的就是這個地方，還有這個地方。你可以看到同樣是這邊，你就會覺得他臉是小的。第一個，他把這個
個下垂嘴邊肉提上去，嘴邊肉改善了，臉頰凹改善了，所以你就會覺得它颧骨沒有那麼明顯，它的 U 型臉也改善了。第二個，蘋果肌這個地方做了一些填充，所以你把它視覺上最凸的地方把它往內移，你就會覺得它的臉看起來颧骨就沒那麼明顯了。還有一個重點呢，你看它原本呢，它的太陽穴是凹的，我們把它太陽穴填起來的時候，它整個臉變順了，而且在它的視覺上，你會覺得它的顴骨看起來好像變窄了。在沒有動骨頭的狀況下，你可以看到它兩邊的臉看起來大小在視覺上就會差非常的多。所以很多人他在術前呢，他會覺得我頭明明不大，為什麼臉大？關鍵就是這幾個地方。我常常遇到很多，他就是我就想要臉小一點，我是不是要削骨？事實上，真的需要把過大的骨頭削掉的人，不見得有那麼多。很多人他的問題不是要靠削骨解決，而是要把嘴邊肉或是嬰兒肥上提，把你的這個凹陷的這個蘋果肌做處理，把凹陷的太陽穴做處理。然後，如果你的中線不夠立體，你的鼻子、你的下巴需要做修飾，把你從2D 的世界拉成3D，你就會發現你的臉事實上並沒有那麼的大。今天呢，給大家講的這個題目，其實有很多的治療，我們在處理它的時候，你必須照着正確的邏輯、正確的醫學的觀念去處理，你才有辦法得到最好的效果啊！不然没效才是真，想做就要找專業。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，歡迎大家把我們的資訊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相信可以給大家很多正確的一些概念。好啊，如果你分享給朋友，你跟我們說，我們的小編會在線上把我的一本電子書分享給你哦。那這本書裡面寫了很多的關於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，我相信對大家在愛美的過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。今天就到這裡嘍，拜拜。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後呢，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？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？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。